以织草鞋为生的刘备，他的创业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刘备在三国时期的起点极为低微，虽然他是中山靖王之后，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，这样的身份并不能为他的生存提供多少帮助。年少时，他与母亲靠编草鞋维持生计，可见此时的他是一无所有。那么他是如何筹措资金、招兵买马、开创基业的呢？15岁开始，刘备就四处求学游历，与同乡的刘德然、公孙瓒一同拜九江太守卢植为师。这刘备的外貌非常奇特，双手过膝，耳朵宽大，又喜欢结交侠义之士，所以他的人脉很广泛，也为他的后来发展打下了基础。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并不是自己赚的，而是中山富商张世平与苏双赞助的。这两人经营马匹生意，往返于涿郡，他们见到刘备身姿不凡，而且胸有大志，便资助了他大量的金钱和物资。所以是刘备的气质和能力使得他获得了资本家的青睐。此后糜竺也成为了刘备的重要资助者。刘备被吕布突袭下邳，家眷被俘，形势一度危急。此时糜竺不仅将妹妹嫁与刘备，还赠送了大量的财物与仆从，助其重振旗鼓。虽然当时刘备属于草根创业阶段，但是人脉关系广，威望渐升，融资能力也随之增强了。相比于袁绍的财富和曹操的军力，刘备确实是资源匮乏，所以他采用了打工兼积蓄的策略，一边效力他人以获取报酬和经验，一边在观察局势，伺机而动。公元201年官渡之战后，曹操转而进攻刘备，刘备避走荆州，投靠刘表。刘表让刘备驻扎新野，抵御曹操。在这一阶段，刘备虽依附他人，却不愁粮饷。在赤壁之战爆发之前，刘备还没有稳定的根据地，只能依赖各方的势力周旋求生。赤壁之后，他借机扩张势力，成为最终受益最大的诸侯之一了。此时他实力明显提升，开始具备与曹操、孙权抗衡的资本。尽管刘备多次失败，但是他的抗压能力是极强的，都能够迅速地恢复元气并稳步发展。赤壁之后，他主动与孙权接触，借机图取荆州。孙权考虑到当时的局势，没有除掉刘备，反而将妹妹嫁给了他，并且将荆南4郡借给他统领，以稳固联盟，共抗曹操。这一系列发展不仅展现了刘备的胆识与谋略，也说明他能够准确地判断人心与时势，为发展势力争取到战略支点。此后，刘璋统治的益州成为刘备扩张的下一个目标。益州地形险要，物资丰富，是天然的战略要地。尽管刘璋并非明主，刘备仍然没有贸然动手，而是通过张松等人引荐入蜀，徐图后继。进入益州之后，刘备以索取代替征伐，向刘璋索要兵马粮饷，表面是合作，实则在逐步削弱对方。最终，刘备凭借其谋略与耐心，一步步将益州纳入囊中，彻底改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。总之，刘备的创业过程充满了挑战与波折，但凭借他非凡的人格魅力、战略眼光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，逐步完成了从一个草根到一方诸侯的转变。其实这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虑，稳扎稳打。这个过程也昭示了刘备在乱世之中谋生立业的不容易呀。